嗨，大家好，久违的读者分析又来了。上次公布的时候，就有姐妹留言说，哎呀，选中的读者都好好看。那确实，今天的3个妹子呢都很好看，但是没有找到最适合能够发挥自己风格的这个优势。那我们来看看她们的问题，一起来帮她们排忧解难吧。什么风格能满足素颜需求？先看第一个读者2022啊，那我们看2022的脸型线条确实比较流畅，中庭偏长，眼角、嘴角尖，鼻子是尖圆结合，那柔和中带着精致感，风格是冷暖之间。2022的五官蛮标致，但是长脸长中庭的比例哦，骨骼感也不重，属于正常的略微显成熟，但是并不老气。然后五官线条精致，但是走势平稳，气质也很亲和，所以不会让人觉得太有距离感，有种聪慧又温柔的知性感。那如果眉眼都上挑的话，攻击性就会更强。我们只看脸的话呢，2022的风格是偏成熟那一挂的，但是没想到她身材意外娇小，158、92，穿休闲装就有点像小朋友。有类似情况的姐妹请扣1。接下来啊，请点个收藏，我们可以反复观看哦。其实158的身高也不算特别矮，我们通过鞋子和穿衣来修饰呢，还是有很多风格可以驾驭的。她自己说没有明确风格，是在凭感觉乱穿。平时穿连衣裙比较多，觉得好搭不容易出错，但是平时大多是素颜扎马尾，所以穿裙子感觉不搭也不方便。日常穿的衣服就单调。那关注丁丁之后呢，就不怎么买这些不合适的宽松 T 恤了，但是感觉日常好像没什么可穿。我觉得她提的这个问题特别好，可能很多姐妹都会比较有共鸣啊。那我们先看她照片，她确实尝试过很多种风格。那我们来结合她非常关键的一条信息，平时大多是素颜扎马尾，那这样子的话哦，就比较女性化或者偏成熟的风格呢，就不太适合了。所以最符合她日常需求的就是文艺学院风。2022的长相气质都蛮柔和的，不适合那种太中性少年感的学院风搭配。我们可以选线条色彩相对柔和的，有点像文艺风和韩系风的结合。那夏天呢，我们可以穿针织短袖衬衫去代替宽松 T 恤，更有斯文感，然后和一般的牛仔裤就能搭。秋冬想要穿出辨识度的话，就可以加入一些文艺元素，比如菱格啊、灯芯绒、牛角扣、风衣，色彩呢也丰富起来。这里也分享几个类似风格的韩国品牌，平时可以参考他们的 lookbook 来学搭配。还有一个问题是我适合怎样的眉形呢？她的眉毛其实没有太大问题哦，就是和眼睛走势是一致的，也贴合眼眶骨。美中不足呢，就是线条不够清晰，形状有点散。它会更适合均匀柔和又有精神的眉形，原生条件就挺好的，只需要浅浅修掉后半段靠近眼睛的杂毛，收尖眉尾，再适当明确眉峰。也可以参考演员黄瑶的眉毛，你有没有觉得她们长得有点像？第二个例子啊，高个子女生如何发挥身材优势？第二位读者 Selenium， 第一眼看到她的照片就觉得长相很有辨识度，就是不是有一种模特感呢？她脸型流畅，线条柔和，山根低，下巴偏短，眼睛呢冷感明显，鼻唇是圆线条，风格也是冷暖之间。她自我判断说是偏暖，但是这个不太准确，因为她眉眼是明显的冷风格，眼角尖，眼裂窄，走势上扬，那接近第二种，还要更上扬一点。它会产生长相偏短的错觉，可能是因为自己立体度比较低，就显得鼻子短、中庭短、下巴也短了。那比例确实是偏幼态的，但是眼睛对风格影响很大，所以综合来看是冷暖之间的。Selenium 的疑问主要在穿搭，她身高178，体重120，上身瘦肩窄，下身较胖，腿粗，到现在一直没找到合适的风格。平时穿搭风格偏休闲运动一点，但是感觉有点土，所以想请丁丁看一下适合什么风格和什么材质的衣服。那我们下面就结合她的日常穿搭，一边发现问题，一边寻找答案。现在的穿搭有什么问题呢？在上面的介绍里哦，大家应该注意到她身高有178，是相当亮眼的。但是看这组照片，你们有没有和我有同样的想法？就是太浪费条件了。就是过于学生气的选款，配不上身高带来的气场，个高腿长的比例呢，愣是穿成了55分。像碎花裙这套稍微比上面成熟精致了一点，但这种温柔女性化的风格也不能够最大程度放大它的特色。那大家觉得它适合什么风格呢？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区分享一下啊。那我猜有人可能说可以参考刘雯的休闲姐姐风穿搭会很好看，但是这种路线呢，对搭配力、驾驭力和精致度的要求都比较高。
而 Selenium 的气质还是偏柔弱的，而且现在才大2，看照片呢，素颜日常也比较多。那既符合气质又比较好上手的是文艺清冷风，它高挑纤瘦的身材很适合，肩膀也窄嘛，然后皮肤也白净，素颜披发就有种清冷感。那我们第一步就可以从衣服的材质上改进，尽量去选材质轻柔的单品，像是针织。那衬衫的话呢，优先选轮廓更软的。第2步就是穿搭中多用连贯的长线条，可以是连衣裙这样的长线条单品，但呢也可以通过上下同色系来加强修长统一的感觉，避免上下对比太强烈，不要破坏这种大气感哦。Selenium 的不少衣服版型都有点尴尬局促，既不够利落又不够放松。之后呢，我们可以选版型松弛一点的，加强文艺自在的气质。更多的穿搭选款要点，我们之前在文艺清冷风的视频里面也都分析得很详细了，感兴趣的姐妹呢，可以慢慢去复习揣摩。那今天的第3位读者是笑起来很甜美的小晴天。脸型上看哦，它皮肉包裹感好，三庭较均等，五官亮感较大，圆线条多，鼻唇略有钝感，是暖风格。它的双眼皮褶比较长，然后下眼睑的弧度平缓，笑起来就有一种下垂眼的天真可爱感了。鼻唇虽然不是很精致，但是正好和它柔和的脸型气质很搭。他评价自己说：158 92斤，脸属于暖系，困扰我的穿衣风格比较杂乱，因为对自己身材不太清楚，不知道适合什么样风格。最近想尝试辣妹欧美风，我想要的穿搭呢就是显腰细、显腿长，也想知道我适合什么样的颜色可以显气色。还有就是想找一些显肩宽的衣服，但不要太夸张。那我们接着来看她的身材和穿搭哦。从照片里看呢，小晴天属于圆身、中等偏小骨架，比例看起来还不错的，而且是比较紧致不松垮的那种。身材条件其实很好，既有圆润的亲和感，又有健康有力量。那如果她想走比较性感的欧美风、辣妹风，那骨架其实就偏小了一点了，除非能接受高跟鞋。但是看照片呢，小晴天年龄不大，日常穿搭也是偏年轻休闲的，所以会更建议她去考虑其他舒适度更高、更显年轻的路线。她的五官虽然是暖风格，但是不笑的时候呢，表情神态有冷感，肤色也显得有活力，很符合美式休闲那种阳光又酷的感觉。而且她日常的穿搭其实就偏向这种路线了，我们只需要再进一步提升鲜明度就可以。那美式休闲风怎么穿呢？小个子女生想把这种风格穿好看，很重要一个技巧就是要松紧结合，要么上半身就穿修身利落的单品，要么就尽量露出腿，像左边这样上下都宽松，就看不出身材曲线感了。也可以用适当的直线条去增加利落冷感，尤其是裤子，你可以选那种材质偏硬的牛仔裤，还有工装裤。前面小晴天还说想找显肩宽的衣服，那我们春秋呢就可以选有一定挺阔感的衬衫，冷了的话就换成休闲感夹克，但是西装是不建议的，成熟度太高了。颜色的话呢，秋冬就可以用基础色去搭配明度不高的彩色，比如红色、绿色、紫色，跟它的大亮管五官呢也是比较搭的。好了，那今天的读者分析就到这里了。有没有正好和你情况比较相似的姐妹呢？另外，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里面留言，就说说你更想在我们这个栏目里面看到哪些类型的分析案例，我们下次可以重点挑一挑。如果喜欢这个栏目的话，就3连鼓励一下吧。那我们下次视频见啦！